人生最痛苦的事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是活幹完了，token沒用完。人這一生最痛苦的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是token用完了，活沒幹完。最近我感覺我患上了 Codex 的額度焦慮症啊。我仔細觀察了一下我的日常使用，發現在最近一段時間內，我最常用的操作居然是這個。於是我在想是否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更高性價比的使用我的 token 額度呢？在經過一番搜索和查找之後，我還真找到這麼一種办法。由於我平時做 coding 比較多，因此有时候项目一多，可能額度很快就用完了。但後來我發現，其實並不需要讓 GPT 或者 Cloud 這種很強的模型來執行全部的操作，只需要讓他們做好規劃，給出詳細的實現方案，然後讓一些成本比較低的模型去做具體的執行，一樣能得到很好的結果。我最開始想到的是 DeepSeek， 但是在調研過程中，我發現了一個名叫 Agnes 的模型產品，它是完全免費使用的。除了文本處理，它還支持圖片、視頻、文本轉語音等多模態，而且僅僅過了幾周，它的 token 總調用量就達到了 5.4 萬億。我順藤摸瓜翻到了他們的 GitHub 社區，發現他們對於用戶的反饋處理還挺活躍的，並且為此還專門創建了一個看板，用來追蹤用戶反饋的 bug。這麼看下來，我感覺還算挺靠譜的。而且根據他们官方文檔介紹， Agnes 幾乎能夠很方便地接入現在所有主流的 agent。 考慮到很多朋友也都存在訂閱費太貴或者額度不夠的情況，那麼本期視頻我就帶大家實操一下，看如何把這個免費的模型接入到我們日常使用的 Codex 和 Cloud Code 中，並且我還會以生成圖片和實際的代碼開發為例，向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實際使用效果。要把它接入 Codex， 我們要在 GitHub 上找到 Codex 加这個開源軟件，它可以幫我們切換 Codex 的內置模型。點擊這裡的配置，選擇添加，這裡的名稱我們就可以寫 Agnes， 然後接入方式選擇 API， 模型這裡選擇這個模型就可以，然後下面的 Base URL 填這個。接下來這裡的 API Key 需要我們在 Agnes 開發者後台去生成一個。創建完成後，我們把它填入到配置中即可。接着上游選擇 Chat Completions， 在填寫完成之後，我們可以稍微檢查一下，沒什麼問題的話，點擊這裡的保存，然後啟用我們剛剛新增的這個配置就行。在啟用完成之後，我們再點擊左上角這裡的概覽，然後點擊這裡啟動 Codex 加，然後就可以正常使用我們的 Codex 了。在啟動完成後，我們可以看到右下角這裡，模型已經切換為我們剛剛設置的 Agnes。我們也可以發送一條消息來驗證一下連接，可以看到是能夠正常響應的。在之前的視頻中，我向大家介紹了一個制作火柴人視頻的這麼一個方法。在生成圖片的過程中，如果我們不使用付費的 API， 那麼就會受到一定的數量限制。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有了這個免費的模型，我們就可以用它來批量生成圖片了。我們把相同的提示詞來交給 Agnes 模型，來看看它的生成效果怎麼樣。這裡我新寫了一個 skill 和一個腳本，用來批量的調用 API 生成圖片。由於是免費版所以在這個生成速度上，相比使用原生的 GPT 還是稍微慢了一點，但最終生成出來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。由於畫面的元素不是特別複雜，甚至看不出和 GPT Image 2有特別大的差距。而且我們在這裡生成圖片之後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們還可以使用生成的圖片來直接生成視頻，這樣整個視頻的創作流程都可以用 Codex 加 Agnes 這樣一套組合完成。接下來我們看一個日常開發中的場景，這也是我個人平時使用最多的，如何讓能力最強的模型幫我們做規劃，用成本最低的模型幫我們做執行。我們這裡就以 Codex 的 GPT 5.5 來做規劃，然後將 Agnes 接入到 Cloud Code 中來做具體的執行。這裡我們要用到 CC Switch 這個開源軟件，然後打開它，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界面。我們點擊右上角的加號來將我們的 Agnes 配置填進去。這裡的大部分配置和上一步的 Codex 的配置是一樣的，因此我們這裡就快速過一下。接下來我們需要把 Cloud Code 內部的模型替換，映射為我們的 Agnes 模型。這裡我們就都替換為 Agnes 2.0 Flash 這個模型好了。右側這裡的上下文窗口100萬的這個選項可以勾選，也可以不勾選，亦不影響我們使用。在最近的更新中，Agnes 也支持100萬的上下文窗口了，現在也在灰度上線中。接着下面可以預覽我們的配置文件，我們需要在配置文件裡加上這2行，然後就配置完成了。我們點擊添加就可以。接下來我們需要配置一下本地的路由，我們點擊左上角這裡的設置，
然後點擊第二個路由，這裡會有2個開關，一個是路由總開關，一個是 Cloud 的開關，這2個我們都給它打開就行。在設置完成後，我們可以在 CC Switch 這個應用中直接進行一個測試，點擊測試，沒問題就代表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接下來我們用一個實際的項目來測試一下它的模型能力。正好最近我發现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項目，它可以將音樂轉換為跳動的粒子效果。比如我們這裡隨便播放一首歌，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是這樣的，隨着我們的音樂的節拍它頁面上的粒子也會隨之進行一個跳動，並且這個跳動的幅度也和我們音樂的強度有關。但是在首頁這裡我們可以看到，其實這個項目還是一個開發中的狀態，這裡左側的部分還沒有內容。那接下來我們就新增一個功能，將左側的這一個面板調整為我們最近播放的音樂。這裡我專門寫了一個 skill， 用於在不同的 agent 之間進行協調，適用於需要人為進行監督的一些任務。它的工作流程是這樣的，當我在調用這個 skill 時，做規劃的旗艦模型，例如 GPT， 會將我們討論的內容生成一個實現文檔，然後給我一段提示詞。這段提示詞可以直接複製粘貼給用於執行具體操作的 agent 進行使用。例如這裡我們和 GPT 討論之後，會得到這樣一段輸出，然後我們複製這裡的提示詞，交給 Agnes 去進行執行。經過幾輪來回的討論最終 Agnes 也是按照我們的要求完成了任務的開發。在 AI 時代，模型的選擇直接決定了生產力的差距。無論是像 DeepSeek 或者是 Agnes， 其實都是希望通過低成本的方式，能夠讓大家用上尽可能好的 AI 模型。儘管他們現在可能和旗艦的模型，比如說 Cloud 或者 GPT 還有一些差距，但我個人覺得也是很值得期待的，因為只有這樣的公司越做越好，我們才有機會實現真正的 AI 平權。